是不是喜欢小莹？是。我没什么好问了，就按计划行事。我去召集人手。好。你倒是问够了，接下来该我问了。叶晨月，你不要！你是不是也喜欢白小莹？是。好，如此甚好。既然大家都说得一清二楚，也不必藏着掖着。叶晨月，你刚刚为什么这么问师尊？我倒要问问你，在九重霄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师尊，我当然要知道你敬爱的师尊对你是什么感觉。他那是……算了，你说不明白。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你想听我说什么？我想听你最真实的想法。我问你，你把我交给花月影，只是为了见镜？不是。还有其他的想法？断了对你的念想。断了吗？没有。没用完的这一水，收好。我和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办？当真无解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该问的你都问了。你根本不是叶神，也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，对不对？看，有星月。别岔开话题。过来先陪我坐一会儿，好吗？
我很开心。啊？我在这里坐了1000多年，你能坐在我旁边，我很开心。你今天怪怪的。萤火虫？这不会也是你变的吧？不是。寻来生呀，真情风呀，好友相思寄故乡。眺望红尘间，他似在灯火阑珊。风雨散，一醉世间人。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欢？爱一番难断。剪一段时光，心潮破碎，与你烟无悔。尽管以后落花没千回，愿一段时光与你相伴，生死亦相随。镌刻你入心扉，沉寂最美。说我真是夜神，你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定要杀了我吗？我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夜神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叶晨渊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之前以为你是我的仇人，但是我发现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可我们的误会已经造成了，是我亲手把你推向华玉影的。我说这些，不是想要怎么样。毕竟，你已经要成婚了，而且你要与仙门为敌。即便我现在不是仙门弟子，也不可能与叶族为友。只是，我们稀里糊涂相交了这么久，总该有个了结。了结？好。我话已经说完，此后你我便都可以放下了。哼，我平生最恨背着人勾勾搭搭的贱蹄子，没想到还勾搭到我主人头上了。这欲拒还迎的样子，就是你们仙门中人的做派？呸！真不要脸！白姑娘，我们叶族的人素来敢爱敢恨，只要是我们看上的，无论他是否有婚约、家室，
都要争一争。但我们向来看不惯在背后搞动作的人。叶晨渊，人家白姑娘已经吐露了心声，你是否也应该做出决定？是他一厢情愿缠着我，与我无关。这九重霄的人竟如此死缠烂打。就是，主人岂会看上此等卑贱女子？小英，我来晚了。师尊，你伤到哪儿了？我没事。我带你离开这儿。慢着，叶晨渊，还想要做什么？你的东西拿走。小影，我们走吧。多谢师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与叶晨渊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九重霄才是你的家，跟我回去吧。师尊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可当日在仙门，无一人相信我。若我回去，他们定然不会放过我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拿你祭剑是几位长老擅自决定的事情，他们私自使用禁术，已然触犯了天规。我已找到证据，定会在仙主面前还你一个公道。可是，小影，我相信你，但你手中神剑乃是仙门之物。你若一直被九重霄通缉，如何才能报仇？回去借仙门之力，才能助你斩杀叶神。你相信我，师尊一定会在九重霄给你一个立足之地。白小莹，你这个叛徒，还不跪下！云阳，你也要背叛九重霄吗？决战之日的事情还有颇多疑点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云阳，我从未见过你如此失态。你既已将白小莹带回九重霄，又为何要袒护她呢？仙主明鉴，此事起因乃白小莹困于阵法中而爆发。此阵法是禁术，谁知道是否会令人走火入魔？你有何证据证明那阵法乃是禁术？我查阅过上古卷宗，
有此禁书记载。原来那天是有人对小莹使了禁术。小莹到底是不是叛徒？不会的，我相信小莹。师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白小莹之前资质平平，可试炼大会后却功力大增，她定是妖邪。长老们用妖邪祭剑，有何不可？再说了，她那日给你下毒，可见包藏祸心。她这样恶劣的人，你难道还要维护她吗？说她是妖邪，证据何在？至于我，是那日我自己吃错了东西，与小莹无关。师尊，你竟如此维护她，莫不是对她有了爱慕之心？她一个洒扫杂役，却也是云秀阁的弟子，如此，怕是有违纲常吧？这不可能，小莹不可能的。无妨，交给我。我的确有私心，我对我门下的每一名弟子都有同样的爱护之心。如今我的徒儿遭到了不公，我自然要替他讨回公道，不然我就枉做了他的师尊。禁术之事是本尊授意的，他体内之力并非正道，我又岂能将仙门神剑交在他手里呢？云崖敢以性命相保，小莹绝非夜族之人。云崖，本尊从未见过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可见此女对你的影响不容小觑。我又如何能信你不是受她的蛊惑呢？云崖无意顶撞仙主，只是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妖邪。你又有何证据证明她不是呢？仙主，若我没记错，仙门有一碎灵阵，专门炼化夜族俘虏的身体和灵魂，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。若是常人进入，只有噬心之痛；若是夜族中人，则灰飞烟灭。仙主若不信，小莹可前往碎灵阵，自证清白。此法太过残忍，小莹，你不必如此。师尊放心，小莹现在十分确定，我体内并非夜神之力，因为叶辰元根本不是夜神。众仙，开启碎灵阵。慢着！小莹此次前去，若是证明了她的清白，该如何？你要如何？若是能够证明小莹的清白，她便是堂堂正正迎娶神剑，理应尊她为执剑人。本尊可以答应，只要她能走出碎灵阵，就是我九重霄执剑人。真的要撑不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师尊。
答案。我并非夜族之人，体内并无夜神之力。如何？看来是本尊错了。既然是我们误会了白小莹，理当还她执剑人之位。白小莹，从此以后，铲除夜神、拯救三界的重任，就交由你了。多谢仙主。小莹，在想什么呢？师尊，多谢师尊倾力相助，帮我洗清冤屈。以后我在三界中也有个堂堂正正的身份了。你是我的弟子，帮你洗清冤屈也是我应当做的。只不过此次进入碎灵阵太过冒险，之后万不可任性而为。我当时只是不想师尊为难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提醒你：不管你和叶辰渊有何渊源，战神的职责便是斩杀夜神，对抗夜族。你可明白？我明白的，师尊。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。你这是何意？你怎么如此不解风情？罢了，今天我心情好，便来教教你。你忘了，我们联姻只是交易。你把剑经给我，我和你联姻成为夫妻，共治夜族。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我真正的妻子。不是吧？你要我守活寡？是你要用联姻当做条件的。说你不想了，我们可以聊聊别的。叶辰渊，白小莹已经回到九重霄，成为要杀你的执剑人。你这个时候才来跟我玩花招，是不是太晚了点儿？你死心吧，他和我们现在已经是敌人了，你和他也再无可能。给我住嘴！你这副模样，我倒是更喜欢。哼。是你吗？叶辰渊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果然做了执剑人。九重霄如此待你，你还愿意回来守护他？我该说你是宽宏大量，还是利欲熏心？亦或者情之所至？
叶晨渊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才离开叶族多久，便和你的师尊勾搭在一起。师徒有伦，九重霄竟如此放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是啊，我师尊护我敬我，帮我洗清冤屈，还我执剑人身份，他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男子，那要与你何干？走。休想带走小莹！就凭你！师尊，跟我走。小莹，放开我！这就是你连剑经都不要，非要离开的原因吗？叶晨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怎么低声下气求你不要取花于影，你是怎么说的？现在你又改变主意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不想要剑经了吗？我当然要。小莹，师尊，你小莹，你为何要替叶族求情？师尊，你误会了，他并非是来开战，他是来帮我们拿回剑经的。剑经是为了使神剑开封，斩杀叶神，他为何要帮你找剑经？师尊，此事我稍后再详细告诉你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他此行绝无恶意。我们的账之后一定算清。开封神剑期间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影响神剑开封。此次神剑得以开封，林崖、小莹功不可没，是为我九重霄的功臣。今后若有任何人对他们二人不敬，便是与整个九重霄为敌。是。仙主，我有要事需要向仙主单独禀报。小莹啊，这是本尊的密室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你有何事要禀报，尽管放心说吧。我在夜族偶然探得，叶晨渊并非夜神，真正的夜神另有其人。对于叶晨渊此人，你了解多少啊？他功力极高，三界能与之抗衡者少之又少。但他20年前才来到夜族，之后就一直闭关，就连夜族的事务也不由他过问。那你可知，夜神之力每300年苏醒一次，皆是随着容器降生世间。叶晨渊不是夜神本身，他是夜神容器。夜神容器。
此事还要从1500年前的往事说起呀。这画像中人乃是神女西武，我与她还有祭白帝君同为仙友。1500年前，叶族为抢占我仙门增进修为的圣权，发动了一场对仙门的战争。在我与祭白帝君殊死抵抗之下，叶族节节败退。正当我要将这群妖孽铲除之时，叶族之王内心的愤怒、记恨爆发到了极致，成了无人能敌的夜神。叶族在夜神的带领下强占人界，生灵涂炭。为保仙门圣权，刚刚诞下女婴的神女西无，使用了仙门禁术，将夜神封印于至纯至净的灵魂。诸天归位，以我之灵，天地为鉴，封！原来事情是这样，可封印夜神的容器是个女婴，并非男孩。那证明叶晨渊绝不可能是夜神。那个孩子早已不在世间了。这1500年，夜神已经复活了5次。因此，叶晨渊到底是不是新的容器，不能仅凭你一时之差，因为人人都看得到，他所驱使的力量的确是夜神之力。如果他不是夜神，那就更需要尽快查明事情的原委。小莹明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师尊，与仙主聊得如何？我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夜神的事情。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叶晨渊绝非夜神，也并非杀害我母亲的人。我需要找到真正的夜神，替我母亲报仇，也算完成作为执剑人的使命。小妍，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。就算他不是夜神，不是杀你母亲的人，但他也是夜族中人。这么多年，夜族为祸三界，惨死无辜的人数不胜数。况且叶晨渊20年前就到了夜族，那么10年前的惨案便是在他统领时期发生。即使你不确定当天遇到的人是不是他，但他依然有责任。好了，别的话我不再多说了。你好好想一想。神剑已经开封，请执剑人迎回神剑。恭喜执剑人取得神剑开封。夜神之力，众仙皆废。你们若是再调动灵力，便会暴毙而亡。众仙，结阵排毒。你在干什么？
白小莹，你果然和叶晨元有奸情，我早就知道的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承元，是本尊教女无方，外言有错，错在本尊。你说过，若我真是夜神，你不会杀我，而是找到证据证明我不是。没错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。哼，你太单纯了。既如此，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帮你清理余毒吧？我只是把夜族之毒灌入你的体内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自从半年前我登上九重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神剑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日。你终于把它交给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骗我？不可能！那你为何不早日拿回神剑，还助我夺回剑经？那是因为我需要借助执剑人来帮我开封啊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当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先把剑给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，好吗？我的问题就是，我本想利用你夺回夜族，拿到剑经，没想到你费尽心思的帮我，还带上你的好师尊，我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。叶晨元，我不管你有什么苦衷和不得已，你若是再不把神剑还给我，将来无论你说什么理由，我都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原谅我？看来你真的疯了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爱上你吧？不会的，你当时中了这一水，所以不会是假的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你现在这表情，当真是精彩。你剩下来的半条命，就让体内的余毒来收。剑伤未伤及要害，体内的余毒我已经清理。在云顶天山的重创，多半是遭遇巨变、心神俱动所导致的。现在已无甚大碍，我再去配些药。好，你去吧。
白小莹，身为九重霄执剑人，你屡次对叶晨渊手下留情，这次更是铸成大错，只是神剑被抢。本尊倒是想知道，你究竟有何话可说？仙主，是小莹被叶晨渊蒙骗，丢了神剑，连累下，小莹甘愿受苦。但云顶天山一战，颇有疑点，叶晨渊绝非叶神，还请仙主允许我前往叶族查清此事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要维护他？是你针对叶晨渊，萌生了情愫。我并非维护他。仙主，这次是小莹糊涂，但她被叶晨渊所骗，也是受害者。如今心神皆损，不宜与叶晨渊有过多结识。云崖自行前往叶族，替九重霄夺回神剑。师尊，万万不可！够了！此事就交给你去办理。本尊得到消息，叶晨渊通告三界，要与华雨影大婚。云崖，你正好趁此机会夺回神剑。至于白小莹，就在这辉月居禁足，好好反省吧。他和华雨影大婚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不要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选华雨影，我很难过。你是不是喜欢小云？是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叶晨渊，难道我看起来就这么好骗吗？师尊，你是来看小莹的吗？是，我即将前往叶族夺取神剑，我不放心她，走之前来看看。可是小莹已经在休息了，不如师尊先跟我说，我代为转达。常青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那个小莹人呢？师尊没拦住，小莹一早就走了。定是因为叶晨渊大婚一事，我去将他寻回来。什么人？叶晨渊在哪儿？我有话要问他。今日是主上与花雨影的大婚之日，所以不见外人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大喜的日子，
怎么能少了我这杯酒？白姑娘，你我相识一场，听我一句劝，有些事不必勉强，否则伤的是你自己。我偏要强求，有本事你就拦住我。那只好得罪了。教主，放他进来。是。白姑娘，请吧。果然是你，还是来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叶晨渊，你知道你有多幼稚吗？这个时候大婚，摆明就是故意给我看，让我知难而退的。越是这样，越证明事情反常。你脸皮已经厚成这样，竟无半点自知之明。要不是为了骗你帮我开封神剑，我早就和他成亲了。那当初你为何不和他成亲？那时我受制于他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我们叶族人就是这样的了，前一天还刀剑相向，第二天却甜言蜜语。我们叶族人也不讲道理的，我们只认成王败寇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做戏要做全套，我不装作赌气，怎能让你深信我爱你？况且，只有和你一起经历了那样的失落和愧疚，你才会助我一臂之力。难道那天晚上你也是骗我的吗？当然，你看着我回答。你不敢看我是不是？你说话呀！费那么多话干嘛？我们叶族女人的男人想抢便抢，但你得先打得过我再说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若是输了，他便是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有事，一时半会儿估计好不了。枯树颓百年了，怎么办？绕过几圈爱恨，誓言辗转离分。我最厌恶的就是卑微的人类，还有九重霄那些虚伪的神仙。你两样都占了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那晚，不过为了更容易的拿到神剑，只好牺牲一下我自己。你伤了我夫人，本该以死谢罪。
但大婚之日，我不想沾染血腥。你赶紧滚，否则我废了你仙骨。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，许你共度余生。好，昙花一跃，凋残醉生梦死，何以继赤诚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上青藤。夫人，不用理他。我们继续。渡不过彼岸，怎可盼你与灯火阑珊？回忆堆叠温存，难舍你我缘分。命书斑驳掌纹，分隔白夜晨昏。寒风揽尽寥落的星辰，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，许你共度余生。昙花一跃，凋残醉生梦死，何以继赤诚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上青藤。离愁非前生，渡不过彼岸，怎可盼你与灯火阑珊？1800年了，我终于有个强健的身体了。意识松懈，竟被抓了空子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招惹了我，我不是这么好打发的。叶晨渊，我没你想的这么坚强。我不走，不代表我没有被你说的那些话伤到。伤到了就该走，该报复，这才是我认识的白小樱。这样不顾自尊的求我，只会让我更厌恶。你对我怎么样，我自己有感受有判断。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就是一直在骗你。不要自己再骗自己，我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。你真的是夜神？睁开眼睛看看，我如何控制这个世界。不要！
现在感觉如何？小妍，你怎么了？小妍，西元少先说，小杨一醒就马上把药给他喝了，我现在去拿。柔柔，你照顾小妍，我去拿药。小莹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